蝼蚁也敢逆苍穹！归义人，我守此方人间，凡是我生灵者，一剑接斩。我于人间拔剑10万次，终以无上剑道，一剑打开万古天门。恭送剑祖飞升！恭送剑祖飞升！恭送剑祖飞升！然而，当我踏入那片光海，迎接我的并非我所想的永恒仙道，这是……我正在一点点消失。醒了，这一批的垢砚里，竟还有意志如此坚韧的存在，被皈依之光冲刷半个时辰，方才苏醒。此乃何地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新来的，记住这里的规矩。此地是太一的领域，你们这些下界飞升者皆是待打磨的构件，需经皈依之光洗净凡尘自我。你们当感恩，将你们脱离生死轮回苦海，让你们得以化作永恒的一部分。感恩，剥离自我，抹杀神魂意志，比千刀万剐更为折磨。我乃凡间剑族楚渊，却非你口中的北构剑。剑祖，好大的名头！但在太一领域，你不过是一块质地尚可、等待打磨的零件罢了。皈依之光是太一赐予你们的无上恩典，洗去你们可悲可笑的自我执念。你们当主动拥抱，彻底融入。放我出去！不知规矩，规矩。太一规矩第一条，太一意志便是世间唯一真理。太一规矩第2条，太一恩赐必须欣然接纳，不得违抗。现在，敞开你的神魂，用心感悟，然后告诉我，我愿皈依。休想！我愿皈依。看清楚，不愿皈依，违抗太一的下场。这看见了，皈依之光需要无数飞升者的意志维系运转。你不愿感恩，不愿臣服，便只能化作燃料，成全他人。说，我愿皈依。说！我从未想过这4个字会从我的口中说出，这是对我毕生剑道宁拙不人道心的彻底背叛。剑者宁折不弯，可在这里，我连生死道消、断然折断的资格都没有。我愿皈依。这便对了，无我无私，方能永恒。你们凡间所言天人合一，这就是终极大道。烙印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这枚魂印如同一根冰冷的铁钉，死死钉死了我的自我意识，无时无刻不在向我灌输融入太一，舍弃自我便是永生的扭曲。别妄图反抗，魂印时刻制衡你的神魂，时刻提醒你，作为太一构件，必须保持绝对纯净，不得存有半分思念。又有人飞升上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本圣终于挣脱凡尘桎梏，登临仙道。又来一个构件，此妖意志驳杂，戾气深重，刚好适合做传导构件。放肆！本圣乃妖族大圣，岂容尔等放肆！安静！啊！我的翅膀！心境飞升的构件，本源意志最为鲜活纯粹，融入皈依之光，可让神光愈发醇厚稳固。
这鸟人的意志带着不屈傲骨，最是有学问。这批构件品质极佳。你竟生同类本源意志！这里根本不是什么超脱仙界，是一座赤裸裸的神威之屠宰场。你身怀万法归一剑心，本源纯粹，意志坚韧，味道想必更胜一筹。好好干活，别逼我现在就品尝你的滋味。我从来不是什么飞升仙者，我只是太一这尊未知至高神在，随时可被领用吞噬的储备灵剑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新来的构件，前往记忆神树报道。你是纯粹剑修，意志凝练，适合做神树浇灌者。站住！新来的构件，见到本座监察者，不知行礼。跪下，迎接神域贵人。这些人放在凡间，是我一念便可抹杀的蝼蚁。看这条新来的狗，眼底还藏着不服呢，真是可笑。如今，我却要向他们屈膝跪拜。楚渊，看到了吗？那就是记忆神树，这是你的福报。能为神树服务，是你们这些下界灵剑几辈子都修不来的恩典。好好干，别玷污了太一的纯净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别看了，干活，把这些废料处理掉。新来的，我叫剑无双，5000年前飞升的。剑无双，凡间剑典记载的绝代剑仙，人间有无双的剑无双。前辈，别叫前辈，在这里我们都是养料。刚来时我也想反抗，后来我明白了，无我方得永恒。当个奴隶，至少还能保留一丝残念；当个英雄，马上就成了肥料。快点！核心节点需要新的记忆流。这就是监察者。混账东西！这次的养料怎么如此寡淡？你们怎么办事的？监察者大人息怒，这批构件刚飞升不久，还没熟手，意志驳杂，提炼出的记忆浓度不高。我不管你们熟没熟，立刻加料，否则你们统统被送去污秽之巢当清理工。是大人，我立刻办。你们几个过来。监察者大人需要你们的奉献，这是你们的荣耀。要我们做什么？自愿贡献50%剑道感悟，为神树的记忆流增添风味。这是荣耀，快点，别让监察者大人久等。不。我拒绝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哦，一份有脾气的养料。我说，我。你再说一遍。楚渊，你干什么？你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？别犯傻，这是连坐，你反抗，他们就杀别人。楚渊，求求你，别害我们还想活着。看看楚渊。大家都很期待你的奉献，你不会让大家失望吧？我献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
非要浪费大家时间。这还差不多。万法归一剑心的感悟果然醇厚。楚渊，这是神术逸散的残余能量，能稳固神魂。楚渊，别跟自己过不去。活着，才有以后。以后，我们还有以后吗？我们只是他们圈养的记忆硬盘，随时准备故事化的养料。太一之域为构筑全新核心节点，特开道心试炼，凡飞升构建皆可参与。胜出者可脱离养料之身，晋升为促进节点，享太一意志之如光。这是机会。机会？楚渊，你还没醒吗？这是陷阱。陷阱！5000年来，这种试炼办过10几次，你猜有几个人成功了？几个？0个。这只是太一在进行压力测试，他喜欢看我们拼命挣扎，然后把我们最坚固的意志碾碎，以此来检验他的归一之力。万一呢？你疯了！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去送死吗？在记忆神树下等着被榨干，和在试炼台上战死，姓名楚渊。楚渊，那个万法归一剑心的养料。大人。他就是那个不懂规矩，害我们差点受罚的新人。有意思，一份刚刚被榨过汁的养料，也妄想成为机器的一部分。试炼规则：凡飞升构建皆可参与。规则是为秩序服务的，不是为你们服务的。不过，你的勇气取悦了我，允许你参赛。这是太一对你的恩赐，恩赐你一个机会，在所有构建的注视下，被最优秀的候选节点私炫，让所有下界蝼蚁看看，妄图保留自我的下场。下一个，楚渊，你胆子不小。敢报名试炼，监察者大人让你参赛是给你脸，但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你想怎样？试炼还有7天，这7天你不能闲着。有个好差事给你，乌队之巢那边缺人手，你去帮忙净化一下环境。这就是污秽之巢，下去吧，把里面的残渣清理干净。这是锻炼你意志的绝佳机会。愣着干什么？这些都是太一排出的杂念，比你们的命都金贵。快下去！不错，精神多了，看来净化很有效果。
为了保证你明天能发挥出最佳水平，我来帮你检查一下身体，疏通一下神魂脉络。别误会，楚原，这是太医的秘方，破而后立，不打碎你的凡心，怎么激发你的潜力？要感恩，我这是在帮你。明天好好表现，别让我失望。好臭！这是从污秽之巢里捞出来的洋料吗？听说是个万法归一剑心，可惜泡坏了脑子，居然敢报名试炼。我只想赢，赢了就能脱离杨廖的身份。试炼开始。肮脏的构建，你也配站在这里？我赢了。他又赢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泡过污秽之巢、被打碎剑心的饲料，竟然闯入了决赛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楚渊，你这只臭虫能爬到决赛，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不过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。决赛开始！去死吧！就这点本事，叫啊，叫大声点儿，取悦一下看台上的大人们。本源血晶，那是禁品，他怎么敢在试炼上用这个？本源血晶能短时间燃烧飞升者的神魂本源，让意志力暴增10倍，但试炼规定禁止使用外物。原来如此，结束了，臭虫！太医的规矩，既然你们不守规矩，那我也不必守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赢了，按照规则，我赢了。太医再腐朽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们也得遵守自己定下的规则吧？啪啪，精彩！真是精彩绝伦的表演。这份杨廖的韧性，值得我们所有太医的子民学习。我宣布，本次道心试炼的胜利者是灰岩。你说什么？蠢货！大人说胜利者是我的侄孙，你输了。他被我打下了试炼台。他服用了禁品。刚刚太医的至高意志降下了补充规则，唯有纯净的太医之子，方可成为节点。凡血构建参赛，只为余神。余神，楚渊，你的努力成功取悦了我们，你做得很好。但是你咆哮试炼场，冒犯太医威严，
你似乎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以为试炼是让你翻身的？蠢货！试炼只是为了筛选出你们这群养料里最卑微那一份，方便太医吸收。楚渊，你的自我意志太强了，万法归一剑心，留着恐为祸患。本座宣判，永料楚渊投入归一之源，彻底销毁自我意识与剑道感悟，一径效尤。归一之源，比归一之光恐怖100倍的地方，进去就真的神魂俱灭了。监察者大人，这万法归一剑心果然不凡，在归一之源里还能扑腾这么久。越是极品的养料，处理起来自然越费功夫。不过再坚硬的自我，在太医的意志面前，也只能化为乌有。您说的是，这楚渊就是不懂规矩，蝼蚁的妄念最是可笑。看着他化掉，也是一种雅趣。结束了，到头来此不过是太医眼中的一场雅趣。放心。不对，如果飞升者真的只是蝼蚁，太医为什么要如此恐惧我们的自我？这不是强大，它是恐惧。太医的意志可同化万物，我的剑心亦可斩断万物。回归本我，来呀！怎么回事？归阴之源的能量在枯竭。不可能，他一个人怎么可能？你违背童话！托你们的福，我清醒多了。孽障，竟敢反噬圣元，窃取太医之力！魂印还在，自我意识竟真的被磨平了。倒是本座小瞧了你，反倒被地当成了最纯净的自己。楚渊，你竟然能扛住归一之源的洗礼，真是让我意外。看来万法归一剑心确实有其独到之处。大人，这是好事，说明他体内的凡尘杂质已经被彻底净化，成为了最纯净的太医构件。楚渊，虽然你通过了洗礼，但你试炼场上冒犯太医威严的罪过不能免除。本座判你空许前往混沌矿区服役万年，你可有异议？混沌矿区，太医的地狱，我的剑仙神魂在沸腾，但我必须忍耐。勾践，楚渊，领命。很好，看来归一之源让你懂得了规矩，带走。楚渊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听说你被扔进了归一之源。我命硬。命硬有什么用？能从归一之源活着出来，说明你已经被彻底格式化了，连最后一点自我都被榨干了。到这矿区，你活不过3个月。太医想同化我，却没想到，反倒帮我淬炼了剑心。剑无双，你还想当一辈子的养料和矿奴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复仇。第一个目标，引渡者殷实。殷实、贪婪、残暴且愚蠢，
这样的敌人最好对付。把这个伪装成下界刚进宫的稀有魂魄本源，想办法送到殷氏手上。放心，我在底层奴隶里还有几个信得过的人。大人，这是下头孝敬您的，说是刚从一个新飞升的世界之主身上长出来的本源魂晶，纯度极高。不错不错，这色泽，这魂力波动是极品啊！好纯纯的力量。不对劲。怎么回事？这魂晶有毒！他的神魂里怎么会有混沌矿区的气息？我的神魂，我的连接，不冤，是你，一定是你！殷氏，这份净化大礼，你喜欢吗？引渡者殷氏的魂印消散了，消散前传回了一缕沾染了混沌矿尘的剑印，一枚包裹着歹毒剑意的魂晶，手法粗糙，心思却很狠毒。如渊，出来！我很想亲眼看看，一份本该被彻底同化的养料是如何重新站起来，还学会了咬人的。监察者大人，别来无恙，有意思。你不仅没被格式化，力量似乎还变质了。你觉得你现在还吃得下我吗？不，我改主意了。对于已经腐坏的养料，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彻底销毁。本座决定，当着所有奴隶的面，亲自净化你这团污秽。这是对你的恩赐，也是对他们的警示。太医说要有序。将禁锢一切混沌。你这是什么力量？竟然能斩断太医的意志！你的血太脆了。秩序壁垒！我的神术被污染了。我说过。你的东西太干净了，你这种只懂执行命令的傀儡，没了太医的意志，还剩下什么？不可能，我乃监察者，怎么会被区区构建？监察者，现在呢？你不能杀我！我是太医秩序的化身。太医的恩赐，你收到了吗？主人，快走！你杀了监察者，太医的核心马上就会降下灭杀之令，到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得死。走，我们能走到哪里去？逃出这个矿区，外面还有记忆神树，还有皈依之光，我们永远都是养料。原来，飞升不是恩赐，而是续命的手段。太医不是神，他是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失败品。
各位，你们想知道我们飞升道的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吗？他们告诉我们，这里是永恒归宿，是修行终点。错！这个世界正在死去。这个所谓的太医是一个趴在自己尸体上苟延残喘的疯子了。他自己的意志早就开始崩溃了。他为什么要用归一之光吸毛？因为他要格式化我们，方便他吞噬。他为什么要建记忆神术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和感悟都是他延缓疯狂的良药。他为什么要用魂印锁住我们？因为他恐惧，他恐惧我们完整的自我，因为他自己已经不再完整。我们不是构建，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新生，他才是需要被清除的骨肉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师兄就是被架上到了神树上，他还说他是去享福了。我的道侣，他被凌墨看中，说要送去核心节点，再也没回来。啊！杀光他们！杀光这群吸食我们灵魂的杂种！对，跟他们拼了！是进化者，太一的免疫系统，他们来了。是跪着当一辈子的硬盘和镇定剂，还是站起来跟对他干一场？老子在凡间也是人间无双，当了几千年的孙子够了！他吸我们的魂，是我们的记忆，现在是他偿还的时候了！他的意志不是万能的，混沌矿能克制他。兄弟们，杀！统传这群铁罐头！顶住，不能退！楚渊，认识你，很高兴。狗东西，在下面作威作福几万年，也该换个活法了！楚渊，别让他们再把我们当硬盘，给老子活出个人样来！人间已无双，今日之后，天上亦无双。剑无双的笑，同伴的血，万年的屈辱，都在这一剑之中。门开了，现在去拿回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！精彩，真是精彩！一份洋料，不仅学会了反抗，还污染了我的免疫系统。楚渊，你的自我远超我见过的任何一批构建，
你想要的无非是自由和强大，我可以给你。杀了林墨，他的位置就是你的。现在你打碎了矿区蓓蕾，我可以让你做次级核心，与我共治这个领域。至于他们依旧是这个领域运转的基石，是我需要管理的资源。你看，秩序并未改变，只是管理者多了一个你。如何？他想招安我，让我成为新的牧羊人，而我的同胞依旧是待宰的羔羊。你的秩序就是我们的地狱。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加入你，更不是为了成为你，我是来终结你。冥顽不灵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秩序本身的力量。你空了，你的力量只是一个白色的空壳，里面早就烂透了。我代表的是所有被压迫者新生的力量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们喜欢高高在上，喜欢净化别人。从今天起，这矿洞就是你们的殿堂，这混沌矿石就是你们的琼浆玉浆。你们将永生永世在这里挖矿，直到你们空洞的神魂和这些石头为为一体，好好体验一下你们亲手创造的恩赐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我只是奉命行事。你喜欢把我们当臭虫，对吗？一群臭虫！你喜欢吞噬同胞的本源，评价货色，对吗？这个货色不错。不是的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怕你投入污秽之潮，轮回万世，永生永世与那些疯狂和绝望为伴，直到你的存在本身也成为污秽的一部分。从餐桌的这边到餐桌的那边，希望你喜欢这趟旅程。从今往后，没有太医，也没有构建。记忆属于个人，意志永远自由，大道人人可求。我们只做我们自己。楚渊，不好了！说，他们在争夺神树上残留的异果实，想生吃掉我们那些还没解放的同胞来维持自身。兄弟们都很愤怒，想直接杀过去，但也有人觉得我们胜利了，不应该再继续杀戮了。推翻了暴政，然后呢？是建立一个新的暴政，还是彻底砸碎这一切？召集所有人到记忆神树下来。我知道，你们有的人想复仇，想把这些原生体千刀万剐。我也知道，有的人累了，想安稳度日。但是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：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反抗？是因为我们被当成养料，被剥夺了自我，对吗？那好。如果今天我们因为愤怒就将他们全部抹杀吞噬，那我们和当初的太医又有什么区别？我楚渊修的是万法归一之剑，归一不是要将所有人都变成一个模子，而是要让万千大道都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，那就是尊重。从今天起，我立下此界第一条铁律，禁止任何形式的非自愿的灵魂吞噬和记忆剥夺。违者，无论是非生者还是原生体，皆由我亲自出手，斩其神魂，灭其真灵，永不入轮回。凭什么？
你们这些下界的构件有什么资格给我们定规矩？我们生来就比你们高贵，吞噬你们是你们的荣幸。看来有人没听懂，我再说一遍，这是铁律，不是建议。谁赞成，谁反对？很好，既然规矩立下了，那就要解决问题。从今日起，我将以我的剑心神魂代替太一，成为此界新的核心。但我不会控制你们，更不会吞噬你们。我会引导神树，将它储存的无尽记忆转化为最纯粹的无主能量，反哺给这个世界，所有生灵都可公平汲取。从此，再无光海，只有星辰；再无构件，只有众生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太一。因为在凡间时，我有一个师傅，他告诉我，剑不是用来统治的工具，而是用来守护的。以前我守护宗门，后来我守护凡间，现在我想试试守护一个世界。新世界归墟的建立，并非一帆风顺。万年的奴役和压迫，让飞升者和原生体之间的仇恨根深蒂固。我作为世界的守护者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神树之巅，梳理着太一留下的庞大记忆和混乱能量，无法视亲为。于是，我设立了归墟议会。议会成员由飞升者和原生体共同选举产生，负责处理大陆上的各种纠纷。第一任议长，我提名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——张三，那个曾经向我报信的矿奴小队长。为什么是我？我实力低微，又没什么见识，怎么能当议长？没到了兄弟们有愤怒，没到了看到了他们的迷茫。你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，也没有盲目的追求和平，你有的是一颗公正之心。为什么是我？我实力低微，又没什么见识，怎么能当议长？因为你心中有人，你看到了兄弟们的愤怒，也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，也没有盲目的追求和平，你有的是一颗公正之心。张三最终接下了令牌，他做的比我想象的要好。原生体弄坏了飞升者的田地，就要赔偿。飞升者抢了原生体的能量水晶，就要双倍奉还。他没有制定什么宏大的法律，只是颁布了一些最朴素的规矩。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然而，正是这些小事，一点点地化解了两个种族之间的坚冰。你们原生体离开了太一的能量，搭个房子都这么费劲。哼，你们飞升者还不是连最简单的耕作都做不好？在我们那个世界，天空不是蓝色的，而是五彩斑斓的。哦，来，这果酒味道真不错，这是我们用山里的甜果子酿的，你们飞升者肯定没尝过。他们还尝试着交流、合作，甚至通婚。他们背弃了太一，他们背弃了太一，背弃了我们原生体。可是，现在我们懦夫！难道你们忘了，没有太一，我们原生体就是一堆废物吗？这是个还魂号角，从太一核心偷出来的神器。我们将在归墟世界成立100年的星辰庆典上，利用它引动所有原生血脉中的太一烙印，强行唤醒沉睡的意志，让那窃取我们太一力量的楚渊付出代价。大人，看，现在飞升者和原生体已经能够和谐相处了。是啊，这100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。楚渊，你这个篡位者！太一的子民们，唤醒你们的太一，夺回属于我们的世界！
晚了，一切都晚了！太一即将归来，你们这些卑贱的构件，准备好重新成为养料吧！玄光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？什么？这100年来，我坐镇神树，看似在梳理能量，实则是在做一个更重要的事情。我在净化。我在用我的剑意，一点一点的洗去所有原生体神魂中那不属于你们自己的、被太乙强行打上的奴隶烙印。我是我。原来这就是自我的感觉。不可能！太一，进来，看看你忠诚的仆人。他最后的疯狂，正试图打开那扇本应永远尘封的大门。他最后的希望被这个世界的先生们亲手掐灭了。现在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楚渊，你赢了，但是你以为太一是凭空出现的吗？他只是一个失败的逃亡者，真正的收割者很快就要来了，你们都得死！收割者？那是什么？玄光临死前的话，像一根刺，扎在了我的心上。收割者，这一次，我不再满足于梳理和净化，而是带着目的，去挖掘那些被他深埋，甚至不敢触碰的最原始记忆。那是一幅令人窒息的画面。太一曾经也是一个繁盛世界的意识集合体，他们的世界就是被这个收割者盯上了。该死！那股强烈的危机感笼罩了整个神魂。玄光吹响的幻魂号角，不仅试图唤醒太一，更像是在黑暗的宇宙中点燃了一座灯塔，一座为收割者指引方向的灯塔。那是什么怪物？世界要毁灭了吗？楚渊，我们能赢吗？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能不能赢，打过才知道。召集所有人，准备战斗。另外，去把我酒窖里那坛我师父留给我的斩天酿拿来。都这种时候了，还喝酒？人活一世，剑修一生，总得有那么一两场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战斗。今天，就让我楚渊试试我这一剑能不能打开这片天。来战！